瞳孔，谁为他燃起不灭的火？地平线尽头裂开一道缝，星辰都失控，坠落苍穹。命运的回合，怪什么规则？这样的红是我的本色。我想让我征服谁都不够格，你天的心才是我选择。会追寻什么？它变成山河，信念如火燃红着夜色，让我的歌将全场变得星河，巨星的声音会同我不合。世界不该被谁掌控，分明都有同样的面孔。烙在我命中，不卑不屈，不甘平庸，无根之后，终将败终。重启的回合，我定我规则，黑暗不会让灵魂褪色。是人是魔，是努力，是救是成，都不能当我心的狂热。踏平这坎坷，劈开这夜色，等待晨曦点亮这天河。翻身换歌，在最黑暗的时刻，让我来改写天地的法则。你认得这个皱纹吗，孔雀？它会让你忘记从前所有的不愉快，然后我们之间就可以重新开始，建立起比过去更加坚定的友谊了。新月葵，住手！住手！这样做究竟有什么意义？曾经的记忆都在远离，从孔雀的脑海中消失，被抹掉。可恶！这个丧心疯狂的女人！族长，我来救你了。一母，等等呀！这样做是不对的。想要修补两人之间的关系，只能凭借着真心诚意啊！怎么可以抹去别人的记忆呢？对于一个人来说，那是最宝贵不过的东西了。这丫头，为什么能够从我的咒术控制中醒来？姨母真的好漂亮，好高贵。像姨母这样美丽的神，应该有着一颗仁慈的心，对吗？她在戏弄我吗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石灵，给我吃了他！姨母，我在这里，请你放过我们，好吗？姨母，白菜，你……孔雀姐姐，对不起啊，
我其实有事情一直瞒着你们。我在很久以前认识了一位朋友，他教会了我很多东西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能够使用遁空术？你和民族那帮贱种有什么关系？白菜还不老实交代！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吞噬吧，我的石灵！没关系，告诉他吧。已经不需要任何秘密了。白菜是我疼爱的妹妹，大哥哥，亦是我们的朋友。民族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家伙想必就是逆天而行，你竟敢出现在我面前！有何不敢？我还带了礼物要送给你呢。神族大祭司新月葵，我出现在你面前，只代表一件事。哼，你想清楚了吗？逆天而行，你打算亲手带领族人步向灭亡吗？再清楚不过了，民族上下此刻正式向你们宣战。我们要将腐败的神权从这片大地上连根拔起，这场战争就由你的死来揭开序幕吧！被包围了，这些事，范晔死士。知道我是谁吗？星月，小心！一幕，干掉他了吗？好可怕！你们每一个人都罪该万死！石灵，把他们全给我吃了！可怕的怪物！幻夜死士，回来！不错的垂死挣扎，星月葵大祭司。民族贱种，圣人殿那群老鬼，不是一直监视着民族的异动吗？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？该不会……好多血啊！美丽的主人全身都是血呢，似乎很美味。给我闭嘴！主人好漂亮啊！主人是最好的。可恶！这些家伙趁我虚弱的时候，
连我都想吃掉。我一定要保持清醒，绝不能示弱。我不会死在这里的。白菜，你的朋友们需要治疗，你就先在这里陪着他们吧。好的，大哥哥，你多小心。走吧，大祭司还在等着我们呢。你们没事吧？好像没什么事，都是皮肉伤。阿兰姐姐她，一定是手下留情了。逆天而行。在神域的救兵赶来之前，你会先死。在这里杀死我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也没什么坏处啊。我可以和你们谈条件，只要你明白我在神族中的地位，就知道我拥有怎样的影响力。就算是世世代代的仇敌，也是可以化解的。大祭司，不要说废话了。我们和神族没什么好谈的。我们必将神权驱逐出这片大地。民族人立下的誓言绝不会改变，没有妥协的余地。说得好，不愧是咱们13大将中最美丽的随风起舞妹妹。闭嘴！你说是吧，大元帅？你都听见了，大祭司。战争已经不可避免。我们民族人积累了千万年的怒气，怎么可能凭你的3言2语便化解？来吧，星月葵，我亲自送你上路。出现了不寻常的气息，不是人类，也不是神族，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？一切都是谋划好的吗？担心你的爪子吗？你的对手是我。捍卫神族的利益，就是你唯一的生存价值。没有灵魂，没有感情，没有自己的思想，也不考虑对错。像你这样顽固的石头，不管有多少挡在我面前，我都会将它击碎。
你撕碎！他挨了我这么多攻击，难道完全没有变得衰弱吗？为了守护自己的信念，我早已不惜一切，包括当日亲手杀死明玉。是你让我无从选择的。没这么容易的，天魁。我绝不愿意亲手摧毁你。魔界神力，荒狼，出来吧！消失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还不懂得如何控制神力。要成为一名出色的战士，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不用灰心，没有谁一开始就能熟练地运用神力。天魁，你可以教导我吗？一般来说，我不负责指导刚经历天启的年轻战士。不过，你的身份特殊，我受圣贤殿长老所托，往后将会亲自监督你的修炼，直到你完全成长，得到众长老的认可为止。太好了，由6部中的最强之将亲自教我，那我岂不是能变得很厉害？我只能替你指引出前行的道路，但最终能否变强，得视各种因素而定。放心吧，我对你有信心。认真点儿，这可不是游戏。即便你是天的孩子，我也会严厉地指导你。虽然你们都这么说，但我从未见过父亲一面。只要你成为了出色的战士，他自然会见你。好，但是，到底怎样才算是一名出色的战士呢？力与技的结合。力与技。不错，神力是蕴藏在你身体里的一片汪洋，它可以化为万丈怒涛，威力不可斗量。而神技则是将看似平静、没有威胁性的百川之流汇聚在一起，自9天直冲而下。于是，流水亦能击碎顽石。神力浩瀚无边，而神技则讲求集中专注，将一瞬间的潜能发挥到极限。神族史上有名的战士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，但如今除了几位圣王、我们6部大神以及圣贤殿诸神之外，已少有神族成员具备如此能耐。石行啊，你身上流淌着天的血脉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这意味着你拥有最接近于远古神族的潜力，光凭这一点，你就有10足的理由可以超越我。而我已期待着那一天的来临。谢谢你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一定不会让父亲失望。即使身受重创，我也要还你一条手臂。已经将人世间神力催到这种地步了，还是透进他的身体。
太强了，我已经拼尽全力，却还是伤不了他。实行，我必须速战速决，即使那边需要我的帮助。在我最强一击之下吧！神技颠倒岁月！结束了。民族有大规模异动的话，圣贤殿的那位大人应该一早就察觉得到，为何会毫无预警？我必须立刻赶回去。不行，天魁实在太强，我不是他的对手。我已经……实行啊，你已经承认失败了吗？你从幽暗的地狱界回来，度过了生与死的痛苦。实行，不要再站起来了。事实上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结局。就这样倒下的话，就不会再有任何痛苦了。毕竟，前方的道路实在太过于艰辛。让心中的火熄灭吧，让一切重归于平静，这未尝不是另一种救赎。你所爱之人不会怪你的，因为你已经尽力而为。不对。不对吗？你还想要继续走下去？然而前方有的只是无限的痛苦，再怎么走也不会见到任何希望。这一点不对，你想必很清楚。路的尽头，你可能还是会死。但若是连死亡都阻止不了你，若是你还想要继续作战的话，那就再次燃烧起来吧。我会帮助你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继续燃烧我的生命吗？为了我曾经爱过的人。天魁，只要我还站着，就永远不会结束。你要求死吗？死鸟正在急速吞噬你的神元。挑战你，我早就做好觉悟。看来你已经准备好为了信念而死。我也一样。就看是我先燃尽神元，还是你先被我的火雨烧成灰烬。天魁，这一击之后就要道别了。你曾经教导过我太多东西，我绝对不会忘记。实行，你近来的表现非常优异，我很满意。大长老过奖了。2年后的封神大会，你将和其他年轻的神族们一起竞逐大神之位。谨遵大长老之命。你有很高的几率胜出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还需要一些历练。啊，什么样的历练？看看你是否能够妥善地管理人类。要我去管理人类？猴子们在这数千年间聪明了许多，但同时亦变得麻烦起来。你们希望我怎么做？他们必须服从神族的命令，并且遵照我们的指示行动。他们必须重新明白，谁才是他们真正的主人。你是天的亲子，有必要特别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经验。明白了。快来！哎，神族来了，听说是位新城主啊，快过去迎接吧，慢了的话可是大不敬啊。走啊你！
明月，快点，青城钟马上就要到了。我马上过去。我先走了，你快点啊！来不及了呀！糟了，我的拐杖在哪里？那个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我似乎没有听过你的声音，你是城里的人吗？哦，我才刚到，你的确没有见到过我。失礼了，旅客是吗？好像很年轻呢。请问您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石行，你呢？我叫明月。啊，糟了！我们城里来了一位新的城主，所有人都要去迎接。别紧张，神族是不能怠慢的。听说曾经有人因此被鞭打致死呢。虽然你只是路经此处的旅人，但还是跟我一起过去吧，好吗？这位新来的城主也太奇怪了，完全不理会我们的膜拜，却为了摔倒的明月而停下了脚步。来，看看有没有补好。哎，明月，你眼睛虽然不好，但这手艺可比谁都巧。谢谢你的称赞。嘿嘿，哎，明月，我的也麻烦你了。石行啊，我让你前往人间界管理人类，是希望你导正他们的思想，但现在你却反过来一心替猴子们争取自由和权利，怎么会变得如此的愚昧？大长老，愚昧的一直是我们呢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，人类根本不是什么猴子，他们早已拥有了出色的智慧，更懂得如何去爱人。智慧、爱，那也只是模仿我们罢了。哼，石行，你误会了什么？猴子始终只是猴子。不，我认为神族应该和人类分享大地。石行，你现在的发言非常危险，本座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收回这些狂言。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在我管制的地方，人神平等。是啊，这就是啊，既然说的是我管，是不是真的不想要了？封神大会我不去了，大神之位不要也罢。人神平等，这等禁忌之语已经触犯了神界。你只是要背叛自己的一族吗？接下来，我要对石行施以王者之印。王者之印，这是天的指示吗？还是说……哼！天魁大神，求您原谅他吧。太迟了，况且这也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事情。是吗？
和石行一起承受，即便我的力量如此的微不足道。愚昧无知的人类，你根本不晓得王者之印意味着什么，你是承受不来的。天魁，你做什么？王者之印意味着无穷无尽的残酷折磨。这个女孩只不过是一个凡人，她不应该承受这样的惩罚，我只能亲手杀了她。这是我唯一能够为她做的事。石行的梦、明月的梦都破灭了，这是从一开始便已注定的事。神族千万年的统治，根本不会因为他们那不切实际的愿望而动摇。今夜过后，什么也不会改变，这个天下仍然只会是神族的天下。即便明月的死，也不过是在这信念的台阶下风吹起的一粒尘埃。人与神平等共存的梦永远不会实现。也许，而多年后，你终于寻回了自己，来到我面前，告诉我吧，石行，倾尽一切力量来告诉我这个答案。若连我都打不倒，你和明月的愿望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。执行，即便是不死鸟的火雨，我的神技都能将之扑灭。唯一的机会就是比我更快。但是，你能够抓住划破长空的流星吗？办不到的话，你就会失败。般的神奇，其中的每一滴水珠都如同沉重的红旗。他已经在我面前第二次施展了。天斗岁月是只攻不守的神器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神力浩瀚无边，而神技则讲求集中专注，将一瞬间的潜能发挥到极限。石行啊，你有十足的理由可以超越我，而我已期待着那一天的来临。他办到了，这一瞬间，他的速度超越了我。石行，做得好，你已经彻底超越我了。无可避免，我和你之间总有一人要倒下。我回来只为了完成一件事，因为你一生守护的却是我拼上性命也要摧毁的东西。
天魁。可惜，我不像你那么勇敢。师父，我现在也向你承诺，我会带着你我共同的梦想，一直战斗下去的。多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逆天而行，当年从本座手上逃走的小子，如今已是明族的大元帅了，实力深不可测。大长老，擎天楼的钟声响遍了整个神域，已经多年未曾听见了。明族卷土重来了。10万年前，他们被赶入地狱界，然而重回大地的野心从未被消灭。野蛮的下等种族，总想破坏我们的和谐大地。目前战况如何？他们伏击了大祭司，连实行那小子也来添乱。天魁败在了他手上，神元消散了。实行竟能战胜天魁，有点意思。天武，你别光想着战斗。天魁是我族中的勇者，失去他对我们打击很大。此刻，大祭司受强敌环伺，性命垂危。你们立刻前去援助他。谨遵大长老指示。刹那门开启只能维持1个时辰，你们要把握时间。谨遵大长老指示。大长老放心，交给我们吧。来犯者将体会到神族的真正力量。与民族之间的战争来的正是时候。你想杀死我？妄想！我不会输的。不管用什么方法。星月，住手！
这些石灵的眼睛，应该是星月会皱纹力量赋予的，目的估计是让他们接受世间光影，变得容易驯服。你们被我的皱纹力量封印这么久，肚子应该很饿了吧？这里真的好冷啊！我肚子好饿啊！这里真的好冷啊！我肚子好饿啊！死亡眼神，你之前已经得到了战斗乐趣，这次该轮到我了。哼，不要和我抢！还不赶紧动手，铁血无双！失控的实力，连我也会攻击，但至少能够制造出逃跑的空隙。这是最后的机会了。大祭司，你去哪里？实行，不可能，天魁他，天魁已被我打败，没有人能再保护你了。我不会忘记你对我、对城中百姓所做的一切，不会忘记你捏碎了我和明月的梦想。只有你的死，才能令那些无辜的王者灵魂安息。实行，我也是身不由己，我只是执行命令。谁的命令？神颜，是他。你想找神颜顶罪？不，你听我解释。你在圣贤殿提出人神平等，触怒了所有的神，我也是迫于无奈啊。看看大祭司现在推诿惊慌的样子，和你们口中卑贱畏缩的猴子又有什么分别？这就是高高在上的神族所谓的高贵吗？是神也认定你背叛神族，委派我和天魁处罚你。你觉得我可以违抗神眼吗？表面上我执掌神族大权，但他背后威胁、逼迫我做了很多违心的事。这些年，大祭司处罚了多少叛徒，多少堕落者？有没有想过，自己也有出卖大长老和圣贤殿的一天？我向你示众，自己也要损耗大量神元，你以为我愿意吗？你敢复仇的对象是神野，不是我这个可怜的受害者。说完了吗？神眼，自然会去找他算账。现在，先从你开始。等等，我一死，你身上的王者之印就永远无法解除。数天之后，就是月圆，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吧？只有我能够帮你解咒，请相信我，你不能杀死我。好可怜啊！我好想要，这怪物速度快得吓人。找机会脱身，我们的攻击没办法消灭它。
石灵就算被神力砍断，也能够不断重生。但若是被咒文力量所伤，风灵阵，刃匣。自阵之前，藏身虚空的恶灵皆无所遁形。呀！白菜，没受伤吧？大哥哥，幸好你们赶了过来。嗯。孔雀族长，我们谈谈吧。有什么好谈的？我们并不打算和民族人打交道。孔雀姐姐，他们是好人。白菜，你不了解民族，他们暴力、凶残、狡诈，是出生于黑暗的野蛮种族。神族都将我们记载为洪水猛兽般凶恶的存在。你们不了解真实的民族，持有偏见也是情理之中。但我了解神隐部，民族的探子可真是散布各地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观察着你们的行动。你们虽然有崇高的理想，也不畏惧生死战斗，可神族的优势仍然是压倒性的。民族大元帅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们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加盟，推翻神权。好，这个提议只是出于你的私心吧？没有私心，什么事都办不成。我的私心是为我的族人争取一片能够安稳生活的土地。神隐部族长呢？孔雀姐姐，现在大家都受了伤。你的孩子也刚出世不久，神隐部应该不适合到处移动吧？他们有的负了伤，有的甘愿付出生命，都是因为追随你所说的理想。真要和民族结盟吗？可是，相信我，大哥哥确实是为了他的族人而战。如果能够改变神族这么多年的绝对统治和压迫，那么无论是民族、我们人类，还是孔雀姐姐和神隐部一直在坚持的梦想，都有机会看到曙光。我答应结盟，但我会时刻保持警惕。太好了！这个看似弱小的女孩，她的重要性还没有任何人察觉到。我没看错，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，白菜将会起到关键作用。石灵只有这一点程度吗？太轻松了。
铁血无双，认真点。我的咒术只能封印石灵一段时间，我们要尽快解决他们。好，我马上干掉这些烦人的东西。去！带我去孔雀身边，别让我死。实行。我在圣贤殿见过你，你不喜欢守规则。坦白说，我也不喜欢。但规则存在，自有其道理。规则消失，天下将失去秩序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。无论如何，背叛自己的族人是不对的。他们是传闻中能将神力和神技皆发挥到极致的神族的顶尖强者，圣王。神族的反应看来还不算迟钝。大元帅，要动手吗？铁血无双，不可轻敌。这是对我们行动的第一次考验。救得活吗？大祭司伤得太重，我们无法医治，必须马上送他回神域，交给真禅。好，那就立刻完成眼前的任务吧。冥族人，你们违反了10万年来互不侵犯的约定，出手重伤我们神族的大祭司，想必已经做好灭亡的觉悟了。至于实行，我等此行奉神眼大长老之命，带你回去接受审判。互不侵犯的约定，那是你们强加在民族人身上的无理压迫。很抱歉，我从来没当它存在过。哼，逆天而行，你想要挑起战争吗？混账！我们从地狱而来，民族的勇士时刻与死亡同行。战火一旦燃起，无数生灵将会因此受到伤害，何必呢？我其实也不想战斗，若你们退回地狱界，我们仍然可以相安无事。忍受屈辱、苟且生存换来的相安无事，只是你们高高在上、奴役他人的借口罢了。而所谓的挑起战争，是你们自己的看法，对我们来说，这叫做起义。这个民族大元帅确实跟我想象中不同。所谓的义，就是我们确信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，拥抱着光明。神眼，我知道你在那儿，给我听好了，我们民族很快就会去神域拜访你，将你从那张安稳舒适的椅子上拉下来。这不仅仅是我们异族的事情，来自不同地方、不同种族的朋友们也会加入这支义军。记住我的名字，这个名字已经说明了一切。有一句话早就想要告诉你们了，我们已经受够了。滚吧，神！嗨，这家伙根本不听劝嘛，口出狂言，不必再多说了。你这是自取灭亡！万象界神力！
不会就这样结束了吧？我以为逆天而行具有更高强的实力。看，有一个身手很快的家伙呢。你救了我，为什么啊？我们已经是敌人了。可是，别说了，快逃吧！你是堕落者？是的，不过我已经痛改前非，归顺于新月魁大祭司。很好。像你这样的人类女孩，怎么会卷入这场争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白菜，我是自愿加入这场战争的。自愿？因为我觉得神族做错了。你竟然敢当着我的面指责神族！你的确是个很有趣，也很愚昧的人类。捏死一只蚂蚁，实在是有点浪费我的时间。即便是你这么有趣的一只蚂蚁，民族的遁空术，看来你不是一只简单的蚂蚁。放弃抵抗，让我们回神域接受讯问吧。堂堂圣王竟然对一个女孩子出手，实在太不要脸了。哦，你还活着？10万你大意，让你们脑瓜生锈了！已经忘了谁才是你们的天敌？民族大将，铁血无双啊！能够让我受伤的对手，已经多年未曾见到。天武，看来我们还是低估这些家伙了。看海面，避过洪水冲击的不止他一人。也擅长玩水，但将这么大一片海水冻结分成2半。一瞬间，他就替我们挡下了地震和洪水的冲击波吗？还有余力救走负伤的实习。逆天而行，已经成长到这个程度了吗？我也是神族，为什么要出手相助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方阵营。我一向独来独往，只要有着相同的理想，无论是什么种族，都是我的朋友。单打独斗的话，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战胜天。这也是你的目标，不是吗？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很有限，你有足够的时间做决定。实行大神，你今天已经经历了连番恶战，眼前的这些家伙就交给我吧。你的狂妄自大就到此为止了。地藏界神力，尽是死灵气。我会让你们见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恐怖。
白莲的神迹是5位圣王中最为诡异可怕的，逆天而行，你打算怎么应付？一个圣王级的神，将是其一最好的祭器之血。哼哼。终于来了吗？白莲圣王，我们快乐的游戏时间看来得往后延一延了。民族的援兵来了吗？小鬼！修行炼气术的家伙，来自幻岛吗？战争越来越有趣了。哎，阿狗，这小子。白菜，你在哪里啊？老婆，我在这里。太好了，吓我一跳啊！老婆，我好想你啊！我也很想你啊。老婆，修行好辛苦啊！思雨叔叔根本就没有人性，我好几次都想逃回来了。辛苦了。低等猴子竟敢在我面前胡闹！阿狗小心！小子，跟你的左臂道别吧。你的左手。白菜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很能打了，以后可没人能再欺负我们了。阿狗，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。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了。想打架吗？混账大神，老子可不怕你！放马过来吧！这条左臂是我从另一个世界带回来的礼物，本大爷现在便赏你一拳。天已在世上存活10万年了，现在你有机会能够杀死他。你的死期就在1个月之后。
而你唯一自救的方法就是大道。神的时代可以终结了。追更不能停，有一个地方能让你提前预知第3季劲爆剧情，只要扫一下这个神奇的2维码，即可阅读正版原著漫画。现在关注还能赢取周边、手机大奖，更有机会进入5更季的世界，挑战人生名。剧中人不散，我在微信等你哦。是谁载着你走？渺茫天际，一线间远近也已不见回首。有人掠过了岸边流，冷冷的笑化作绕指温柔。再见之后又有几个秋？那天的烟火绽放在你的眼眸，我的心头。旅途中也有一个人走，在天流明偏遥。逆水行舟，不想不灭不明不暗，不如春风吹入了谁的梦？不想不灭不惊不想不顾，一切是来转头成空。